第131章交易。A 先生感觉更像是犯罪者的代号，而不是神秘强者的称呼，和愚者根本没法比，不能和愚者先生比较的，应该都是神灵或者仅次于神灵的大人物。奥黛丽念头一转，忽然充满了优越感，她平静地看了 A 先生一眼，压低嗓音对福尔斯和修迪尔查道：这位先生有什么事迹吗？旁边同样套着戴兜帽长袍的格莱林特子爵对此也非常好奇。修迪尔查一脸严肃地回答道：曾经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序列8甚至序列7的非凡者盯上了 A 先生，试图对付他，但最终他们都无声无息消失了。真是一位强大的非凡者，格莱林特赞叹着重复了之前的介绍。说话间，四人进入了房屋，守门人立刻关闭了大门。稍微适应了下煤气灯的光芒，奥黛丽看见最前方竖立着2块黑板，上面写着一行又一行的单词。这时，拿着一根卷烟但未点燃的福尔斯低声说道：那是聚会成员各自的需求，你应该可以理解，很多人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免得被贪婪者盯上，所以他们会匿名在黑板上书写想要什么，或者希望卖掉什么，以及大致的价格和物品要求。奥黛丽轻轻颔首，顾不得观察聚会成员，直接浏览了左侧黑板上的几条条目。需要一对成年曼哈尔鱼的眼睛，怨灵残留的粉尘，165磅罗塞尔大帝的笔记，3页，20磅。看到这里，奥黛丽再也无法维持观众的状态，又震惊又兴奋。这些价格太便宜了，她激动又欣喜地想着。行走间，她目光一动，看见了更多的条目：婴孩之气花朵200磅，木乃伊粉末10克，5磅愚人粘液30毫升，29磅序列8治安观摩药配方450磅，太便宜了，非凡材料都没超过300磅。奥黛丽一边看得眼睛发亮，一边跟着同伴找到位置坐下。这时，修迪尔扎凑到他耳畔，低声询问道：你有什么想要的？奥黛丽鼻息加重，脑海里瞬间就闪过了罗塞尔大帝那句著名的宣言：我都要。他有2个哥哥，所以轮不到他继承爵位和主要财产，但作为备受父母和兄长喜爱的姑娘，他的名下有着价值30万磅的房产、田地、牧场、矿藏、珠宝、股票、股份和债券，这算是他分到的家产，但在他父亲霍尔伯爵过世或自身嫁人前，都只是名义上拥有，每年获得对应的年金。可就算这样，他一年也有1.5万到2.5万磅的收益，在整个鲁恩王国的女贵族里面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当然，作为一名贵族，很多必要的开销是少不了的，尤其他已经拿着年金收益，不能再事事都找父母。他控制住自己，矜持地回答道：我暂时只看中了罗塞尔大帝的笔记，我是他的崇拜者，我认为他所创造的特殊符文或者说文字有着神秘的力量，只是我们没找到将它们正确组合起来的办法。奥黛丽，你越来越虚伪了。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他话音刚落，坐在附近椅子上的一位穿白衬衣黑马甲的年轻男子就激动地附和道：是的，就是这样，我终于遇到一个和我持相同观点的人了，我就是那3页笔记的拥有者，我现在就可以卖给你。奥黛丽先是茫然，接着语含笑意的回答：那请允许我表示我的感谢。他拿出2张10磅的现金递给对方，收获了3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当然，这里没人知道这是日记，只笼统的称呼为笔记。拿到手，翻了一下，奥黛丽确认文字和自己以前获得的那些相似。收起日记，他低声向修和福尔斯问道：如果笔记是假的，可以找谁？ A 先生。对， A 先生不允许他组织的聚会里有欺诈的情况出现。我也可以私下帮你仲裁。修迪尔查跃跃欲试的回答。我明白了。奥黛丽进入观众状态，开始审视在场的非凡者和非凡者预备役们。因为刚才那位年轻人的激动，很多人都注意到这边，在或明显或隐蔽的打量着奥黛丽和格莱林特，但都缺乏穿透兜帽的目光。沙发、椅子、茶几零散的摆放着，共同朝向黑板，材质很一般，说明召集者 A 先生不是贵族，在这方面非常随意。以他表现出来的自信，不会故意去做类似的伪装。奥黛丽转动眼珠，冷静观察。A 先生打量了在场的所有小姐和女士，目光经常停留在长相不错的那几位身上。他很好色，他为什么总是看我？
他能看穿兜帽的遮掩。推断到这里，奥黛丽心头一惊，就像吃了苍蝇般恶心。但很快他就放下了心，因为他发现 A 先生并没有往他和其他女性的身上瞧，这表明他的眼睛并不能直接看穿布料，他的视力非常出众，就像在近距离打量我。这种情况下，兜帽的作用很小。奥黛丽安静地旁观着别人的交易，把握到了在场众人的部分情况。这时 A 先生的侍从走了过来，低声对4人道：你们可以将需求写在纸上给我，也能在等下的休息阶段去小房间内把希望卖掉的物品写到黑板上。福尔斯嗅了口卷烟，警惕地环视一圈道：你们考虑好想要的序列酒配方了吗？这段时日里，他履行承诺，将本身能够了解到的所有序列途径信息告诉了奥黛丽和格莱林特子爵。奥黛丽假装思考了一下道：观众，我想成为观众。还要观众的后续。独行者他考虑到将来要经常和福尔斯、修、迪尔扎接触，迟早会被他们发现自身是非凡者，是观众，所以干脆借这个机会将事情弄到明面，彻底掩盖住塔罗会的存在。虽然这会白花一笔钱，但很值得。奥黛丽悄然赞美了自己一句。与此同时，他发现修、迪尔查时不时就望向黑板，又是渴望又是沮丧。修告诉过我，仲裁人对应的序列8是治安官。他在看那个价值450磅的配方。看得出来，他对治安官配方非常渴望。他成为仲裁人超过1年，一直在不自觉地扮演仲裁的角色，应该已经消化掉魔药啊。以上所有细节说明，修缺钱。奥黛丽暗自做着判断的时候，格莱林特子爵说出了自身的选择。药师，我需要序列9药师的配方。感觉到奥黛丽、福尔斯和修望来的目光，他嘿嘿解释了一句：对我来说，拥有健康，不怕大部分疾病和伤害，是最重要的事情。理智的选择，我曾经的梦想也是药师。福尔斯叹息笑道，他有着慵懒颓废的气质。决定之后，奥黛丽等人将要求写在了纸条上，交给了侍从，然后看着他绕了一圈，挨个询问，又搜集到不少纸条。这位侍从将纸条混杂着交给负责黑板的同伴，让他把信息登记上去。需要观众和独行者魔药的配方，价格当面商谈。每写上一条，侍者就会朗读3遍。如果有谁感兴趣，就会暗中申请房间，在侍者帮助下完成交易。等待了一阵，奥黛丽和格莱林特始终没能等到有人想要交易的请求，各自都有些失望。就在这时，又有侍者走了过来，凑到奥黛丽旁边，给了他一张折好的纸条。A 先生给你的。这位侍者压低嗓音道。奥黛丽展开纸条，看了一眼，只见上面写道：对别的序列9配方有兴趣吗？奥黛丽不屑地勾了下嘴角，在纸条空白处写道：我只对观众感兴趣。他重新将纸条折好，还给侍者，看着对方交到了 A 先生手中。A 先生打开瞄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依旧沉默安静地注视着聚会成员们。但奥黛丽敏锐注意到，纸条悄悄燃烧了起来，化作灰烬跌落到地面。又过了15分钟， A 先生开口说道：进入休息阶段，可以随意交流。这个时候，卖出罗塞尔日记的年轻男子靠拢奥黛丽，兴奋说道：我已经破解出一部分罗塞尔大帝的特殊符文，并将它们纹到了身上，获得了不错的能力，你有兴趣吗？奥黛丽顿时想到自己曾经问过愚者先生，问他罗塞尔大帝日记里的特殊文字是否具备神奇的能力，而愚者先生的答案是，除非有哪位神灵突然感兴趣。他看着面前的年轻人，想了想，试探着问道：获得了什么不错的能力？那个年轻人兴奋地回答道：我更强壮更健康了。奥黛丽怜悯地看了他一眼道：很抱歉，我更相信自己的研究。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继续观察着这次聚会，但没收获太多有用的信息，只是粗略判断有医生、律师等正常职业的成员。又过了半个小时，奥黛丽等人离开这里，返回了格莱林特子爵的别墅，一直待到舞会结束。夜里10点的样子，奥黛丽回到家中，正要让女仆准备热水，忽然看见大狗苏茜给自己使了个眼色，她给我打了个眼色。奥黛丽的感觉一下变得复杂。第132章，再见怪物。找理由让女仆们暂时离开后，奥黛丽反锁住房门，回头望向不知还算不算自己宠物的金毛大狗苏茜道：你听到了？或者遭遇了什么事情吗？金毛大狗苏茜沉稳地蹲在那里，嗷呜了一声，震荡着周围空气道：是的，
我在书房听见伯爵和几位议员商量事情，他们说国王和首相达成了共识，放弃短时间内在拜朗东海岸报复福萨克帝国的计划。拜朗东海岸在哪里？见苏茜掌握鲁恩语的进度惊人，奥黛丽感觉愈发复杂。他默然几秒道：“我明天给你一张地图。”好的，苏茜欢快的回答。国王和首相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推进之前那个改革计划，用公开考试的办法确定政府事务人员。他们希望在10月份之前让这件事情在上院和下院都得到通过。真的？奥黛丽惊喜的反问道。这可是他成为观众后尝试着用本身能力隐蔽引导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他能变成现实，那会让他充满成就感。苏茜非常老实的回答道：“我不能给你确定的答案，这只是我听到的内容，我甚至无法深刻理解他们是什么意思，毕竟我只是一条刚开始学习的狗。”奥黛丽短暂呆滞，旋即绽放出笑容道：“苏茜，你做的棒极了，这是给你的奖励。”他从一个装饰华丽的柜子里拿出一个袋子，扯开封口，放到了苏茜的面前。这是贝克兰德关爱宠物公司用面粉、蔬菜、肉类和水制作的狗类饼干，是苏茜非常喜爱的零食。端正坐着的苏茜抽了下鼻子，一只爪子扬了扬，似乎在考虑该怎么进食才符合自己现在的身份。几秒钟后，他放弃思考，遵循本能，猛地扑往前方，叼着那袋干粮就冲向了房门。他直起身体，单爪开门，一路出去，躲到阴影里，哼哧着开始享用零食。周日下午，在家里补完因值守扎尼斯门而缺少的睡眠后，克莱恩乘坐无轨公共马车，再一次抵达恶龙酒吧。他之前本打算用占卜的方法寻找怪物阿德米索尔，探究对方最近古怪的缘由，但被带法者的突然失控打断，只好换到今天再来。穿过桌球室，进入地下交易市场，这一次克莱恩不用寻找，就看见阿德米索尔正缩于角落，瑟瑟发抖。这位黑发凌乱油腻、脸色苍白难看的年轻人察觉到克莱恩的靠近，顿时捂着眼睛贴着墙壁，想要一向侧门，但克莱恩已快步赶了上来，堵在他的身前，并悄然轻扣了左边牙齿2下。在他的灵视里，阿德米索尔的气场相当不健康，不管哪种颜色都有点暗淡，也就是说，虽然对方没什么大的疾病，但身体非常虚弱。与此同时，克莱恩发现怪物的情绪颜色透出明显的害怕和紧张，且完全缺失理性思考的蓝色。他的心灵体表层从以太体的最深处扩张了出来，颜色是浑然统一的透明无色，就像由纯净的光芒构成一样。这就是天生怪物的特殊。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盯着阿德米索尔的脸孔，直接开口道：“你最近看见了什么？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要躲在角落里发抖？说都死了，都是尸体。”这时，阿德米索尔低下了脑袋，望向自己的脚尖，似乎不敢直视面前之人。穿着灰蓝色长裤、破旧亚麻衬衣的他浑身颤抖，惊慌失措的回答道：“不，我没有看见什么，没有，我只是做了一场梦。梦里都是血，满地都是死人，哈哈，呜呜呜，死人里还有我，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他又笑又哭，回答的内容让克莱恩感觉自己的思绪都变得混乱。揉了下太阳穴，克莱恩沉声又问：“你为什么要害怕我？”阿德米索尔愣了几秒，突然蹲了下去，惶恐到极点的喊道：“不要啊，不要啊！”一道道目光随之望来，克莱恩顿时就尴尬了。“我没对你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喊得像是被怎么着了一样？”他干笑2声，见阿德米索尔蜷缩颤抖，只是求饶，再没有别的语言，只好与对方拉开距离，装作路过。也许得去请教一下阿兹克先生，只是他上上周就去福萨克帝国的北地度假了，得下周4、5才能返回。在此之前，先汇报队长。克莱恩捂嘴打了个哈欠，转身离开了地下交易市场。在领到这周薪水后，他的私房钱只需回到8磅10苏勒，但对那些非凡材料也还是只能看一看。当然，如果不怕利息太高，可以去找老板斯维因做一个拆借。走出恶龙酒吧，等待公共马车的同时，克莱恩思绪发散的想着接下来的事情。还剩1周，最开始支取的12磅就要还清了，拿回家里的钱终于能够达到每周3磅。梅丽莎这下就没有借口再拖延雇佣杂活女仆的事情了。另外的3磅再瞒段时间，再攒些私房钱。
还有，尽快从达斯特·古德里安那里拿到读心者配方，或者找到相应的线索，以给手下经费为理由，从正义小姐那里换取现金。这可以通过银行不记名户头的方式完成，过程中我再用占卜办法做一定干扰，这就非常安全，不会暴露我的秘密了。上了公共马车，克莱恩没直接去黑金吉安保公司，打算先到占卜俱乐部坐2个小时，这是为接下来再一次铺垫本身在消化魔药的事情做前置准备。而且对克莱恩来说，他在占卜这一行业也算有些名气了。过去的老顾客有再次光临的，也有介绍朋友前来的，如果刚好凑巧，他一下午甚至可能有超过10桩生意。这样一来，即使他一周基本只去2次，也能得到半磅左右的收入。对贫穷的愚者先生来说，这不无小补。哎，可惜当初把话说得太好听，将形象树立得太完美，没法随意更改占卜费用了。坐在俱乐部的会议室里，克莱恩一边喝着稀薄红茶，一边无奈地想着，以他目前的名气，即使一次收4苏勒，也有的是人来占卜。但是作为一名尊重命运的占卜家，他只能继续维持8便士的价钱。虽然克莱恩现在已彻底消化了魔药，但他不愿意冒风险去违背自己之前总结出来的占卜家守则，这包括不用占卜获得超长的利益，毕竟他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失控或别的不好的事情发生。职业者内部的资料没有消化这一概念，所以克莱恩无法从上面判断彻底消化魔药后是否还存在一定风险，不能做出违背相应规则的行为。就在他考虑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漂亮的接待女士安杰丽卡进来，走到他的旁边，低下身子，小声说道：莫雷蒂先生，有人找您占卜。红玛瑙房好的克莱恩来之前有确认今天是否宜于到俱乐部，从占卜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拿上半高丝绸礼帽，走出会议室，看见了等待在红玛瑙房门口的顾客。这位顾客是个16、17岁的少女，身穿淡蓝色有荷叶边的长裙，手拿一顶同色纱帽，有头天然卷的褐发，有张婴儿肥的可爱脸蛋，有双青色漂亮的浅蓝色眼眸。伊丽莎白，克莱恩认出这是妹妹的好友，就读于伊沃斯公学的伊丽莎白。她曾经帮对方挑选过护身符，也在对方帮助下解决了赛琳娜魔镜占卜事件。伊丽莎白同样脸露惊喜道：莫雷蒂先生，真的是你！我看到名字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你，毕竟我是一个神秘学爱好者。克莱恩无奈地解释了一句，接着补充道：不要告诉梅丽莎，还有赛琳娜，我占卜的结果明明是示意来俱乐部，怎么会遇到伊丽莎白呢？他边暗自摇头，边转身打开了红玛瑙房的大门。与此同时，他轻叩了左边牙齿2下，缓步进入房间，坐到占卜师的位置后，他抬头望向了伊丽莎白，只是一眼，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位少女的气场颜色染上了一层带着些许浅黑的阴绿，被鬼魂怨灵缠身的征兆。克莱恩冷静做着判断，直接开口问道：你最近是否经常做噩梦，而且梦中有些事物在重复？刚反锁房门的伊丽莎白还未来得及坐下，就惊得愣在了那里，好半天才回答道：是的，这正是我找你的目的。克莱恩往后微靠道：你做了什么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在拉姆德小镇度假的最后2天开始。我家在那里有个小的庄园。伊丽莎白也算是半个神秘学爱好者，对相应的情况早就回想的比较清楚。我在梦里总是会遇见一个身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他手提一把巨大的阔剑，脸部完全被头盔的面甲遮住，只能看见一双闪烁红光的眼睛。他一直在试图靠近我，我就害怕的逃跑，距离一次比一次近。克莱恩想了下问道：在做类似的梦之前2、3天，你是否接触过古董、古代遗迹或者陪葬品和陵寝？伊丽莎白回忆了10几秒道：我在那几天去过拉姆德小镇附近的山上，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古堡，这是标准的灵异小说开头。克莱恩无声吐槽了一句，追问道：那你是否有遗留什么物品在古堡，或者从古堡带走了什么物品？伊丽莎白皱起好看的眉毛，过了一阵才不太确定的问道：我当时被荆棘扎出了血，有血液遗留算不算？克莱恩郑重点头，沉声回答：算。第133章烧钱的符咒。听到克莱恩的回答，伊丽莎白顿时有点紧张，不自觉加快了语速道：能帮我占卜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吗？如果能占卜出解决的办法就更好了。占卜顶多能给出解决的方向，而且还是充满象征意义，模糊不清，容易解读错误的那种。当然，你很幸运，我不只是单纯的占卜家。
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秘学者？克莱恩腹诽了女孩的问题2句，庄重严肃的说道：既然与梦境有关，那我建议采用这方面的占卜法。好的，好的。伊丽莎白小鸡吃屎般点头。克莱恩保持着一本正经的专业范道：我需要你在这里睡一觉，再现那个梦境，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伊丽莎白抿了下嘴唇，毫不犹豫的回答，但她很快又结巴着补充道：可是我无法保证，一定会做那个梦，只是一个尝试。克莱恩用温和的笑容安抚着对方，然后他指了指红玛瑙占卜房侧面的长沙发道：请，不需要，我就在这里睡。伊丽莎白轻轻摇头，摆出双手交叉环抱的姿态道：我在工学里感觉疲惫的时候，就会趁下课的间歇这样睡一会儿。他边说边以双臂为枕，前倾上半身，趴到了桌子边缘。好的，你可以假装我不存在。克莱恩笑着观察起对方的气场和情绪颜色，以此判断女孩是否入睡成功。伊丽莎白闭上眼睛，将脸埋进了臂弯，努力让呼吸变得均匀。克莱恩没再说话，向后靠住了椅背，房间内顿时变得异常安宁，那是让人心灵平静，忘记外在的安宁。过了一阵，确认伊丽莎白进入睡眠状态后，克莱恩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半圆形的银质薄片，薄片之上布满常人难以看懂的赫密斯语单词和各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数字、标识。这是克莱恩在昨天上午制作成功的梦境符咒。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2枚沉眠符咒、2枚安魂符咒，前者用的是长方形的银质薄片，后者是三角形的，以便他在激烈的战斗中光凭手感就能区分。绯红，克莱恩低沉发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里的单词，这是他设定的开启咒文，因为还有后续灌入灵性的环节，所以没必要与别人不同，只要适合记忆且足够简短就行。蕴含神秘意味的嗓音回荡之中，克莱恩感觉到掌心的梦境符咒一下变得轻飘，似乎短暂失去了重量。等到灵性灌注入内，他立刻将符咒放到了自己面前的桌子上，透明的火焰无声腾起，包裹住符咒，燃烧出幽深宁静的黑色。这黑色飞快弥漫，一下将克莱恩与伊丽莎白笼罩。克莱恩抓住机会，进入冥想的状态，用灵性看见前方有一团虚幻朦胧的椭圆形光球，这光球四周只有无垠的深黑，衬托得他异常孤单。克莱恩不敢耽搁，立刻蔓延灵性，触碰向那团不够真实的光球。无声无息间，他周围的场景开始颠倒闪烁，但很快固定为一片黄褐色的平原。平原之上倒闭着诸多马匹和人类，到处都有鲜血和兵器。伊丽莎白穿着羊腿袖的宫廷长裙，头戴垂下了薄纱的帽子，正茫然的四处张望。他一下捕捉到克莱恩的身影，脸上唰的浮现出惊喜的笑容。莫雷蒂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之前和塞琳娜到占卜俱乐部找人占卜的时候，就怀疑名册上那位克莱恩·莫雷蒂是你，后来我又去了几次，但由于平时要上课，和你的时间总是错开。等到放了暑假，变得空闲，我却被父亲和母亲带到拉姆德小镇度假了。你一定能够帮助到我，对吧？听着女孩的絮叨，克莱恩短暂竟有些怔住。原来伊丽莎白早就怀疑我在占卜俱乐部兼职，而且还特意来找过几次。他刚才竟然一点异常都没有表现出来。惊喜是实实在在的，正好掩饰住了真实的想法。果然，每个人在梦境里都是诚实的，除了我这个愚者先生。他思绪纷呈间，伊丽莎白的梦境出现了变化。一个身高超过1.9米的高大骑士倒拖着能触及地面的阔剑，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这名骑士穿着黑色全身盔甲，行动间有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传出，2团火焰般的红光从他面颊的缝隙里透出，死死盯着克莱恩和伊丽莎白。一个怨魂的意念，还达不到恶灵的程度，本就处于灵性状态的克莱恩此时无需再开启灵视。在职业者内部资料的划分里，残留的怨念和不甘是最弱小最容易处理的魂类事物，之后依次是幽影和怨魂，恶灵则属于非常棘手的魂类怪物，最恐怖的恶灵据说不比高序列强者弱。想到这里，克莱恩上前一步，挡在了伊丽莎白的身前，然后右脚重重一踏，让梦境瞬间支离破碎，无数萤火虫般的光芒纷飞，克莱恩的灵性回归了他的身体，让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了光线昏暗的红玛瑙占卜房，看见了摆有各种占卜道具的桌子，看见了燃烧完毕只留少许余烬的梦境符咒。望着这幕场景，
想到黑夜女神领域的符咒都是纯银制作的，克莱恩就忍不住一阵心疼。这玩意儿就是在烧钱啊！就算不考虑我的劳动力成本，光算各种材料，平均下来也得6到8苏勒一枚。想想永恒烈阳教会的非凡者，感觉平衡了不少，毕竟他们是烧黄金的。太阳领域的对应金属是黄金。这时，伊丽莎白轻轻嗯了一声，缓慢苏醒过来，重新端正坐直。他有些躲闪的看了克莱恩一眼，道：“莫雷蒂先生，有占卜出结果吗？”有。克莱恩相当正经地点头道：“不超过1周，噩梦就会自行消失，我会汇报队长，让他及时派人去拉姆德小镇处理。”克莱恩在心里补充着没说的部分。真的，太好了，谢谢你，莫雷蒂先生。伊丽莎白一下变得兴奋和激动，然后突地皱起了眉头。怎么了？克莱恩关心地问了一句。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想到必须回家了。他动作缓慢地取出早就准备好的1苏勒纸币，将它放到了桌上，然后拿着帽子矜持地与克莱恩告别。离开红玛瑙占卜房后，他步伐轻盈地走向了大门外的楼梯。确定没人看见的时候，忙急抖2条手臂，低声痛呼道：“好妈好妈！”黑金级安保公司内，邓恩揉了下额头，灰眸凝望着对面的克莱恩道：“你突然返回，是不是又遇到了什么非凡事件？”“喂，队长，你怎么一副嫌弃的语气？”克莱恩清了清喉咙，毫不犹豫的回答：“是的，什么事件？”邓恩·史密斯再次揉了揉额头。克莱恩条理清楚的回答道：“2件事情，一件是我之前去地下交易市场购买符咒材料的时候，发现怪物阿德米索尔蜷缩在角落里，害怕得全身发抖。在此处，他疯狂的暗示材料费用需要报销。至于寻找达斯特·古德里安的侦探费用，因为牵涉红烟囱的事情，他反倒不好提及，并且深深的后悔当时没有分别委托给2家侦探社。”邓恩似乎没听出克莱恩隐藏的意思，轻轻点头道：“阿德米索尔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详细描述道：“阿德米索尔做了一场梦，梦见满地的血，满地的死人，其中包括他自己，于是被惊吓得非常厉害。”邓恩仿佛在思考般缓慢开口道：“作为占卜家，你觉得这象征着什么？”“一场灾难，一场波及范围比较广的灾难，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信息。而且阿德米索尔的梦境未必每一个都具备象征意义。”克莱恩斟酌着回答：“我将提交给圣堂，看他们会给予什么意见。”邓恩摇头自嘲道：“这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克莱恩也没有别的思路，转而说起了伊丽莎白被怨魂意念纠缠的事情。“拉姆德小镇，那位小姐是女神的信徒吧？”邓恩思索着问道。“是的。”克莱恩做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和我现在就去拉姆德小镇，争取在那里享用晚餐。再带上弗莱。死尸和鬼魂相关的事件里，他的能力非常有用。”邓恩揉着太阳穴，努力思考自己有没有遗忘什么。如果伊丽莎白不信仰黑夜女神，那必须按照她具体的信仰移交给代法者或者机械之星。要是她的信仰甚至不在3大教会内，则归属于负责郊区的机械之星。克莱恩没再说话，安静等待了一阵，终于听见邓恩补充道：“还有，我们是3个人行动，可以申请使用封印物3到782分30782。”克莱恩苦苦思索了一阵，才想起对应的封印物是变异的太阳圣辉。这枚圣辉的超凡效果似乎能维持很久很久，作用是不断净化周围15米内的死尸和鬼魂，缺点是还会同时净化正常人的灵魂。研究数据显示，正常人如果在他15米范围内待上1个小时，就会变成只知道赞美太阳的白痴，非凡者的极限是6个小时。至于鬼魂和死尸，不超过1分钟就会溃散。咦，队长竟然记得这件封印物的代号，我去，感觉记忆力还不如他了。克莱恩突地一怔，差点找根面条上吊。就在这个时候，邓恩·史密斯往后一靠，灰眸幽邃地问道：“你又去占卜俱乐部了？这2天感觉有变化吗？”第134章，超过1分钟了。队长，这就是我希望你问的问题。克莱恩认真点头，我感觉更好了，我甚至认为我现在就能通过圣堂的考察。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体会和自信。想到刚才的回答可能略有点模糊，他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也许魔药的名称真的是关键。当我严格按照自己总结出来的占卜家守则去做一个占卜师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和容易。”我已经能够用更加隐蔽的办法开启灵视了。邓恩眉头微皱。
眸光内收，仿佛在思考般自言自语道：魔药的名称。过了十几秒，他重新望向克莱恩道：你是否需要回去告诉家人一声？周日是你值守查尼斯门后的第二天，你本来应该获得休息的。考虑到伊丽莎白是妹妹的好友，而且自身承诺过问题会在1周内解决，克莱恩没有为难的回答道：不需要这样浪费时间，等出发之后，让马车从水仙花街绕一圈就行了。好的，你去找弗莱。我填写申请单，将封印物3到782分领取出来。邓恩指着斜对面的休息室道：弗莱是收尸人，没有不眠者那样充沛的精力，如果有空，往往会睡得午觉。自己填写申请单，自己签字，自己领取。队长，咱们这管理制度有漏洞啊！克莱恩腹诽了2句，没有开口，拿上帽子，退出邓恩的办公室，敲响了斜对面的房门。咚咚咚的声音重复3次后，弗莱拉开门，难掩疑惑的看着克莱恩道：有什么事情吗？因为刚刚还在午睡，他头发有些凌乱，衬衣也穿得不太整齐，冰冷阴沉的气质一下被冲淡了许多。然而，还是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死人。克莱恩藏住笑容，非常正经的回答：有一起案子，涉及怨魂，队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好的。弗莱下意识抬手，将头发的凌乱抚平，重新又变成了活人勿近的阴冷者。等到他穿戴完毕，两人在接待大厅的沙发区域只坐了7、8分钟，就感觉到四周变得温暖纯净，仿佛在接受太阳圣光的照射。紧接着，他们看见邓恩·史密斯走出隔断，手里拿着一枚半个巴掌大小的古朴徽章。这徽章呈现暗金色泽，其上会刻着太阳的象征符号，有一节又一节的线条延伸向边缘。正是来自英蒂斯共和国的封印物30782，原名变异的太阳圣徽。英蒂斯正是那个被罗塞尔从帝国改成共和国，又从共和国折腾回帝国的国家。如今他已建立了稳固的共和体制，位于北大陆西岸，与鲁恩王国以坚海、霍纳奇斯山脉等标志物为界。因为从英蒂斯建国开始，永恒烈阳教会就占据了主流，一直压制工匠之神教会到对方改名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所以这个国家又被称为太阳之国。我们出发吧，弗莱，你负责驾车，希泽尔没法承受那么久的圣辉进化。邓恩沉稳地吩咐道。希泽尔·弗朗西斯是负责购买和申领物资的文职人员，同时也兼职马车夫，但他是普通人，没法在封印物30782 15米范围内待超过1个小时。而从佐特兰街到拉姆德小镇，据克莱恩了解，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这还不包括去水仙花街绕一圈的时间。好的，弗莱没有推辞，只是又一次检查了随身物品是否有遗漏。当太阳的余晖将小镇教堂的尖顶染上金黄时，从水仙花街绕了一圈的职业者小队马车终于抵达了拉姆德。这座小镇位于廷根西北方向，诸多建筑还残留着蒸汽时代前的特色，几乎没有工厂存在，是附近全部乡村的商贸点。将马车停放于小镇旅馆的对应位置后，邓恩扫了眼对面的理发店道：我刚才问过本地的居民了，从这里到山上的废弃古堡只需要走1刻钟。据说那属于第4纪末期统治这里的领主，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当然，他们的描述都只能归属于民间传说。我们现在过去，在天黑前解决掉那个怨魂，然后轮流看守3到782分，让他远离普通人。从邓恩拿到变异的太阳圣辉到现在，已过去了足足3个小时，距离非凡者的极限越来越近，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必须分开，给彼此留出恢复的时间。好的，弗莱简短回答。我没有问题。克莱恩悄然摸了下兜里的沉眠符咒与安魂符咒。3位穿着黑色薄风衣、戴着同色礼帽或毡帽的职业者穿过小镇街道，从岔路走向了附近那座小山，沿途杂草丛生，灌木密布，但道路相当宽阔，几乎能供2乘马车并行。没过多久，他们看见了一座外墙坍塌的古堡，看见依旧耸立的外壁之上爬满了绿色的植物，裸露的地方则多有斑驳。还未靠近那里，克莱恩就感觉到刺骨的阴冷，手臂豁然起了一层疙瘩。确实有怨魂。弗莱望着古堡，语气没什么起伏地说道。邓恩侧头看了某位新晋职业者一眼，笑笑道：放心，有3到782分，有弗莱，怨魂不会造成太大困扰。他一手拿着特制左轮，一手握着变异的太阳圣辉，当先迈步走向了废墟般的古堡。克莱恩紧跟在后面，时刻准备着扣动扳机，
或者砸出手杖，使用符咒。呜呜呜！邓恩距离古堡不到5米的时候，残缺马厩和水井等事物映入克莱恩眼中的时候，一阵能用凄厉来形容的阴冷之风刮了出来，似乎在拒绝不速之客的光临。3位职业者没有止步，继续前行，温暖纯净的感觉逐渐驱散了阴冷。占据着古堡的前端，他们踩着堆叠的石块，通过坍塌的外墙，缓步进入了失去大门的古堡。踏在破碎的地砖之上，石柱倒塌，苔藓横生的古堡大厅颇为宽广，但窗户狭小且位于较高位置，使得采光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让这里昏沉而阴暗。这也是第4季末尾和第5季初期古建筑的特点。伪历史学家克莱恩本能做着判断，并隐蔽开启了灵视。就在这时，虚幻但刺耳的怒吼爆发，浓郁的黑雾不知从何处陡然弥漫出来，对抗着温暖与纯净的侵蚀。那片黑雾之中很快浮现出一道高大的身影，他穿着黑色全身盔甲，手提一把正常人难以挥动的阔剑。这个怨魂与克莱恩在伊丽莎白梦里见到的完全一致，2团火焰般的红光穿透面甲的缝隙，冰冷但愤怒地盯着3位职业者。你们打扰了我的沉眠，必须用血与肉来偿还。他突的迈步，一下就靠近了邓恩，手中阔剑沉重地往下劈砍。邓恩早敏捷地往后退开，砰的抬手开了一枪。当银色的猎魔子弹竟没能穿透那虚幻的黑色盔甲，打在上面，发出清脆但不够真实的声响。克莱恩与弗莱同时往旁边退开，一个单手握枪瞄准。黑甲骑士眼睛位置的2团火光扣动了班基一个眼眸，转为深沉宁静的灰白，专注打量着怨魂。黑甲骑士再次怒吼一声，大步跟上邓恩，横扫出阔剑。砰！阔剑没能斩伤邓恩，却将他击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门边，撞得口吐鲜血。当的一声，30782落到了地面。怨魂穿着铁靴的右脚迫不及待地踢了过去，将这件不断净化着周围事物的危险徽章踢出了古堡大门，踢出了自身15米范围。刚才那一枪没能击中的克莱恩看到这幕，又是担心又是紧张，又感觉奇怪，就像自身在以一种俯视、冷静、理智的姿态审视着眼前的变化。砰！他又开了一枪，银色的猎魔子弹当地打在了怨魂的面甲之上，打得火星四溅，但未造成明显损害。右手手套。就在这时，一向冰冷阴沉的弗莱大喊了一声，语气里满是焦急。话音未落，他自己也抬起左轮，瞄准了怨魂右侧的铁手套。砰砰！几乎下意识就按照弗莱话语去做的克莱恩扣动扳机，与对方不分先后的同时射出了银色猎魔子弹。这一次，怨魂没再用盔甲硬挡，而是早有准备的竖起阔剑，轻松将2枚子弹格飞了出去。啪！他一个迈步，以冲锋的速度奔向了克莱恩，直接撞在了他的身上。克莱恩倒飞了出去，看到自己胸前凹陷，看到自己正在吐血，但却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他一下醒悟过来，跌落在地，翻滚惨叫。突然之间，古堡、怨魂、倒塌的柱子、遍地的苔藓诡异破碎了，一切又回到了黑雾弥漫。黑甲骑士刚刚浮现的时候，唯一的不同是邓恩双拳紧握，半弓下了身体，灰色的眼眸变得黝黑深邃。果然，之前的一切都是梦境。队长将怨魂，我和弗莱同时拉入了他的梦境，但我较为特殊，能保持清醒和理智。克莱恩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邓恩右手2米的位置，并未吐血，也并未惨叫。就在这个时候，邓恩直起身体，看着即将劈砍而来的怨魂，冷静开口道：“超过1分钟了。”怨魂愣了一下，接着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开始不断蒸腾出黑雾，像是收到了死亡宣告。不到恶灵程度的死尸和鬼魂无法在变异的太阳圣辉15米范围内存在超过1分钟。我操，队长，你好帅！克莱恩旁观着这一幕，差点脱口喊666。邓恩使用梦境能力不是为了用主场优势击杀怨魂，仅仅是拖延时间。温暖纯净的感觉里，黑雾飞快蒸发，阴冷也逐渐消失。没过多久，穿着全身盔甲、拖着巨大阔剑的怨魂骑士彻底透明，融入了虚空。当一只黑色铁手套落到地上，表面凝着些许白色冰霜。克莱恩正待请示队长，问要不要去拾取掉落物品，但他目光一扫，灵感突被触动。分隔古堡大厅和餐厅的台阶位置，仿佛有强烈而虚幻的痛苦与肮脏在召唤着他。
第135章男爵的画像，那里有点问题。克莱恩指着分隔客厅和餐厅的那节台阶，严肃慎重地说道。他在职业者的内部资料里看到过，灵感中若出现类似情况，往往意味着目标位置隐藏有邪恶的、污秽的事物。如果本身没有把握，最好不要尝试触动，否则很容易丢掉生命。有的时候，哪怕仅仅只是看了一眼，都会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邓恩跟随望了过去，灵感同样很高的他立刻就发现了不对，侧头看向克莱恩，沉稳吩咐道：“你占卜一下，探索那里是否会顺利。进古堡之前，队长都没有让我占卜，相当的有信心。这说明他认为隐藏的事物可能比怨魂更加危险。”克莱恩无声点头，收起左轮，将手杖递给了旁边的弗莱，然后他解下了自己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用左手持握住银质链条，并斟酌出适合的占卜语句。瞬息之间，他的眼眸转为深色，四周有无形的微风在打旋。探索古堡的隐藏地点会顺利，探索古堡的隐藏地点会顺利。默念7遍之后，克莱恩的眼睛恢复正常，看见黄水晶吊坠正在做顺时针转动，虽然幅度不大，但他确实是在做顺时针转动，这意味着探索将会顺利。已成为真正占卜家的克莱恩当即对邓恩和弗莱点了下头。危险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或者没有。邓恩将变异的太阳圣辉带到左胸，伸手按了下自己的丝绸礼帽，快步走向那节台阶，熟稔的寻找起机关。已将铁手套失去的弗莱把手杖还给克莱恩之后，踢着左轮，警惕的戒备起四周，似乎在害怕有敌人突然冒出。我还是不够专业啊，在职业者这个领域。克莱恩打起精神，重新抽出自己的左轮，跟着做起警戒。过了几分钟，半蹲下去的邓恩·史密斯不知按到了什么，台阶位置顿时发出喳喳喳的沉重声音，那里的地板裂了开来，露出向下的阶梯，阴冷而肮脏的感觉冲色弥漫，几乎快要凝成实体。邓恩望了一眼，摘掉胸前的封印物30782，直接将它丢进了暗门里。当当当的跳跃了几下后，变异的太阳圣辉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停了下来。如果里面有死灵类生物，肯定会把30782捡起扔回来，那就有意思了。克莱恩凝视着向下的阶梯，耐心等待了起来。盘旋不去的阴冷与肮脏很快就像冰雪遇到太阳般化去，温暖与纯净笼罩住了暗门入口。克莱恩，我们2人下去，弗莱留在原地，防止有别的敌人破坏机关。邓恩经验丰富的做出决定。好的，克莱恩没再怯场，上前2步走到了邓恩身旁，弗莱则轻轻点头，没有放松戒备。啪啪啪，邓恩率先沿着阶梯往下，脚步声寂静回荡。他没有准备马灯或者火炬等事物，因为对不眠者序列的非凡者来说，黑暗不是阻碍，而是眷顾。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的视线不受影响。下行几步，邓恩忽然回头望向克莱恩道：“我忘记你没有黑暗视觉了，我习惯不准备那些照明的物品。队长，你不用在意，我有灵视。”克莱恩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感觉。刚才那样帅气的队长果然不是常态。他的灵视里，前方的黑暗冲色着灰蒙，虽然这非常模糊，但也能让他勉强看到阶梯。队长很健康嘛，精神状态也很好。克莱恩小心伸脚，缓步下行。这段楼梯并不长，斜着往下14-15阶后就触及了地面。封印物30782正躺在这里，散发着温暖，传播着纯净，并照耀出微光。借着这点光芒，克莱恩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环视一圈，发现这是个不算大的地下室，原本的阴凉不见，但潮湿犹存。地下室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具黑色的棺材，上面的铁钉呈暗红之色。棺材的盖子已被推出一道缝隙，能够看到里面躺着具白骨，无头的白骨。邓恩先四下看了一眼，才弯腰拾起变异的太阳圣辉。队长，这具棺材，它的作用是防止里面的死者变成僵尸或者怨魂。克莱恩审视着黑色棺材上的那一根根暗红铁钉，审视着它们的排列方式，依靠自己还算不错的神秘学知识，辨认出那是一种古老的仪式，预防尸变的仪式。与此同时，他在心里嘀咕道：但是正常情况下，谁会没事就提防自己的亲眷尸变啊？帮忙下葬的人也不一定是亲眷。将棺材放在地下室，而不是墓穴里，就是怕被人发现啊。这时，佩戴好封印物30782的邓恩靠拢棺材，仔细看了一阵道：
死者应该是中毒死亡的，那就是下毒杀害他的人用仪式魔法防备他尸变报复。这应该是1300-400年前的事情了吧？他最后竟然还是变成了怨魂，这份意念简直太惊人了。克莱恩也走到棺材前道：“他的脑袋呢？那个仪式并不需要割掉脑袋啊。”邓恩想了下道：“我有个推测，这怨魂并非一直存在，而是最近才出现。小镇到古堡只需要步行1刻钟，历代的捣蛋鬼们肯定时常过来，但在这次事件前，并没有古堡出现怨魂的传言。”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道：“队长，你的意思是，最近有人来到这里，打开棺材，取走了死者的脑袋？”那个仪式防止了死者尸变，但也将他的怨念锁在了棺材里，变相保存。等到棺材被打开，仪式解除，那些怨念就很快借助本身的铁手套化成了怨魂。那个打开棺材的人没留下尸体，不是普通人啊！而且他拿走死者的脑袋做什么？邓恩凝望着棺材内的白骨尸体道：“怨念能存留这么久，除了仪式的原因，应该还有死者本身的缘故。他生前可能是非凡者，或者属于至少处在中序列的非凡者的2代以内后裔。我是说以前定义里的中序列，序列6或者序列5，而这样的尸体总有些特殊，他的脑袋或许能在某些仪式、某些场合里派上用场。”说到这里，邓恩顿了下道：“我之前说的都是推测，但有一部分可以验证。我们等下分头在小镇里做调查，看有谁小时候来过古堡，并在这里受了伤。如果他还活着，就证明怨魂确实是最近才出现的富有逻辑的思考方式。”克莱恩赞了一句，又搜查了地下室一遍，没发现有别的物品。他尝试着用仪式魔法描绘出曾经进入地下室的那位客人，但由于相隔至少超过了1个月，且怨魂长期徘徊于此地，影响了环境，没能得到有效的结果。之后，他替换弗莱下来，让这位尸体领域的专家做更进一步的检查。过了15分钟，太阳即将消失于地平线上时，邓恩和弗莱沿着阶梯回到了古堡大厅。前者摸索着关闭暗门，后者简短描述道：“确实是中毒死亡，颈部的痕迹是最近3个月内才出现的，这就是说有人来过的可能很大。”克莱恩思索着点头。接下来，3位职业者抢在天黑前回到拉姆德小镇，在旅馆订了2间客房，拿到封印物30782的成员需要带着这件危险物品去镇外无人的地方散步，2个小时轮换一次，所以只需要2间客房。简单用过晚餐，克莱恩和邓恩、弗莱立刻分头前往小镇各处，询问那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而类似的场景里，警察的证件分外好用。警官，你为什么要询问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那座废弃的古堡。受伤？肯定有，小孩子怎么可能没有摔倒之类的情况？我记得，我被古堡外墙的锋利石头划伤过。一位40来岁、黄发柔软的男子疑惑地看着克莱恩，老实地回答着问题。这是克莱恩询问的第14位对象，其中有2位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古堡受过伤。队长的推测是正确的，克莱恩做出判断，收回证件，微笑说道：“感谢你的配合，我没有问题了。”没拿手杖的他正待离去，那位40来岁的男子转了下眼珠道：“警官，你对那座古堡感兴趣？我家有古堡初代男爵的画像，那是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总之是很久前的事情。他从古堡里拿走了一幅油画，上面据说是初代拉姆德男爵的肖像，你想要吗？这可是真正的古董。如果是真正的古董，你家早就卖掉了。这家伙胆子很大嘛，警察都敢骗，等下要不要拔枪吓唬他？”克莱恩腹诽2句，抱着看看又不花钱的心态道：“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古董？我相信我的眼光和判断，你把它拿出来让我看看。”那位黄发中年立刻堆起笑容，返回房屋，一阵翻找。过了会，他抱着幅油画走了出来。克莱恩漫不经心地扫过油画上的肖像，看见那位戴着顶白色卷曲假发的初代男爵五官柔和，皮肤古铜，眼睛里藏着难以言喻的沧桑。这好像阿兹克先生啊！克莱恩的眼睛豁然睁大，下意识望向所谓初代男爵的右耳垂，然后他看见附近有颗不起眼的黑痣，这与阿兹克教员黑痣的位置一模一样。